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们的好朋友台湾鹅呢。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各位开箱的，就是这一次测试伺服器当中的 Tyrese Haliburton。那么在上一支课程之子詹姆斯的影片当中呢，我有讲到哦，你有没有看 NBA 觉得瞠目结舌、觉得傻眼的时刻？那其中一个肯定就是24到25年的 Tyrese Haliburton 的每一场季后赛的关键球绝杀啦。那么推出了这个角色呢，我个人实际玩下来的心得呢，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绝对会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角色。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这部影片的脚步来带大家看看这个 Tyrese Haliburton 在全明星接球派对当中的表现如何吧。不过还是要老话一句，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绝非最终上线的效果，请各位一定要记得哦。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Haliburton 这个角色会出，其实早有征兆了啦。毕竟 Haliburton 本人呢，也是有稍微碰过，我不知道他玩的多深哦，但是他也是有碰过全明星接球派对的，而且甚至呢，他跟中文体系的地区呢，还是有一些关联的哦。相信不少 Haliburton 的球迷都知道，他会对着镜头大喊牛逼，对吧？你好，我是哈利。Pacers， 牛逼 ！Let's go Pacers， 牛逼！好，那我们先从这个角色的例会跟人物模组来开始看起哦。那我觉得这个例会呢，算是画的蛮好的，有把他那种俏皮、吊儿郎当的个性画出来哦。不过他的模组呢，我是觉得蛮瘦的，但他本人好像真的也是挺瘦的，其实做的还算是蛮还原的。那属性部分呢，潜能全部拉掉的话呢，三分是133，其实算还好而已。那这个角色呢，我个人比较倾向把它拿来跟 Irving 来做个对比。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呢，三分呢，它其实是比 Irving 还要再高出3点的哦。那么防守部分呢，它主要是走一个抢断的体系，所以盖帽低呢，我觉得倒无所谓哦。跑动的部分 ，Irving 稍微快了一点。那传球跟干扰呢，它都比 Irving 还要高出很多，所以它应该不会像是那种传统控卫一样 ，Curry 在你面前可以爽爽顶啊。那潜能的部分呢，我估计到时候应该就是带3分抢断套居多了啦。那我自己可能更会偏向去带一些抢断加上干扰套。好了，那么这个强化部分的话呢，一徽章就包含缩圈了，所以基本上这个一徽章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那再来中投，所在队伍完成连续得分，全队士气值加10点，这个我觉得也 OK， 不无小补。那最后一个 Haliburton 3分远距离投篮衰减抵抗加6%。那我觉得这个3徽章对他来说还蛮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练习场的时候，各位就会发现他的后撤动作其实很容易后撤到过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这个衰减抵抗算是蛮重要的。那另外呢，最后1分钟呢，他有各种的能力 buff 啊，这个真的是给的诚意十足啊。Haliburton 如果看到他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表现，应该会相当开心哦。那这个大概就是徽章啦。那伙伴的部分呢，我觉得应该不用讲了，绝对是全带3分的了，好不好？好，我们现在3分来到了157，感觉3分应该是可以勉强凑到160的，如果加上时装的话哦。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比起 Irving 还要再不铁一些，但实际还是等到时候出测试服再说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天赋系统吧。好，首先就要讲到这个角色的第一个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破空传球啊。各位，这个破空传球，简单来说就是对方是看不到你的传球路径的。哇，我觉得这个在战况比较混乱的时候特别好用，这也是全明星接球派对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可以让传球消失哦。但是这个技能如果让它完全无条件就能使用的话，是有点太强了哦。所以这个我估计是走不出测试服的啦，它可能会改成让它开启了某些被动条件之后才能够使用这个破空传球吧。好，再来就是一个基本的接球速投，接下来这些魔术上篮、魔术加速跟魔术终结呢，这几个招式其实都是要绑着这个魔术运球的。你现在看这个说明栏啊，哇！我没有想过，我玩个篮球手游，我还要跟看论文一样哦。哇，你看这个说明栏超级长一串哦。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技能？我们快速的来说明一下。简单来说呢，这个角色的突破机制就是他在发动这个魔术运球之后，他会进入一个自动运球的状态。那么在这个自动运球的状态下呢，你是不需要再去按突破键的，你所要按的就只有方向键，并且随着你方向键抠到哪，它就会突破到哪个方向。比如说，我在按下魔术运球之后，右边、左边、后面，左边、右边、后面，
像这样子，这个就是魔术运球的使用方式哦。那么所谓的防守洞察是什么呢？各位可以看到，当我在做魔术运球的时候呢，脚下面会出现这些蓝色的箭头，这个就是所谓的防守洞察哦。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呢，各位可能看不太懂，简单来说就是箭头叫你指哪，你就突破到哪就对了。比如说我现在突破之后，他叫我往后面突破，那我就往后突破，你就会看到他身上发出这个蓝光，这个就是他进入这个防守洞察当中的 buff 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呢，它除了会有缩圈之外，它也会增加突破的速度跟距离。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呢，只要干扰区域内的防守球员处于防守状态，应该是盯防状态啦，它是必定会被晃倒的。哇操，我觉得这一点就有点牛逼啊！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全新的机制，感觉挺好玩的。那么你所要做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利用这个魔术运球所产生的 buff， 判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什么样的处置最适当，接着再搭配长距离的突破，或者是魔术上篮，或者是魔术终结来打掉这一波进攻。OK， 这样一讲听起来就白话简单多了，对吧？所以简单来说，它就是有一点点像是 Irving， 又有一点点像是亚历山大的感觉，但又好像跟这两个角色不太一样。总之，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机制，听起来挺有趣的。那也要特别注意的是啊，它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加成，跟我们的课程之子 LeBron 一样，在使用魔术加速之后，8秒内它可以去进行魔术拦截。不过它能用的次数相当有限哦，最后1分钟可以使用，但是用完之后有50秒的冷却时间，所以了不起给你用2次啦。好，最后一个就是大招啦，那这个大招就没什么好说的，简单来说就是 T-Mac 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练习场来看看这个角色怎么玩吧。好，比如说一波进攻，我们通常会这样打哦。我在接球的时候我就突破，好，变化突破完接魔术运球。好，接下来呢，在魔术运球的过程中，他叫我往左，那我就往左。好，接下来往后打个缩圈，像这样子进攻。所以他等于说也是一个比较吃木鸦反应的角色哦。那另外各位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他在这个突破之后，他的后撤突破是整个人会往后的，这个很有趣哦。那各位可能有印象哦，我们同样的角度冲进去，冲出来，然后再来一个投篮，2分球绝杀，记得吗？球是真的帅啊！差别不同的就是他在篮筐上弹了一下，对吧？看到这个地方，只能说制作组真的相当的用心啊，把这个角色的整个动作模组，包括他的特色，都搬到全明星街球派对里面来了。好，那么总之，这大概就是 Haliburton 这个角色的一些基本玩法以及技能展示了。那跟我预期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是，我原本以为这个角色他会有更多的 buff 队友的技能哦，但是整体看下来呢，他 buff 队友的技能只有这一个空隙捕捉，就是当队友有空位的时候，他的中投跟3分命中率会小幅增加，就这个而已。整体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属于进攻类型的角色啦。那么这个角色我这样看下来呢，不管他是要打空间阵或是打单核阵，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也是要建立在你这个操作者本身操作有一定的木鸦基础上面，才可以把这个角色玩得淋漓尽致哦。跟前面我们所示范的课程之子詹姆斯就不太一样，他就是简单暴力。那这一个角色就会需要你的技术跟你的观察能力，才能够把它打得出色了。好的，那么还是老话一句，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绝非最终上线的效果哦。好了，那今天这部影片大概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